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频道，我是杰克，我是 Winnie。好，那么今天呢又是 Project 开箱，今天我们要开箱的呢就是 Meridian East。那首先呢，我们就来讲一下 Meridian East 的 developer 是谁。Meridian East 这个 project 是由马星集团开发的，它是属于一个 Township Development 的 project 来的。首先呢，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马星集团的历史。起初呢，马星其实是一间塑料厂来的，但是就在1994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进军了房地产的领域。在2000年的时候呢，他们推出了首个城镇的项目，是位于柔佛 School 的 Sri Pulai Betana， 也是首个在柔佛 Gated and Guarded 的排污项目。OK， 这边来补充一点点呢，就是这种 Gated Guarded， 如果是讲在 Individual Title 的这一些排污，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可能10多20多年前的排污都是没有保安的。那这个马星呢，它在柔佛这一边是第一个的 Gated Guarded， 可是它里面的 title 是 Individual Title， 就是可以自由扩建的一个这样子的 concept 啦。因为 by right 是 Strata Title 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Gated and Guarded， 好像公寓啊那一些。这一个 Gated Guarded 的 concept 呢，他们就放一个 fencing 这样子。最主要的还是要里面的居民大部分都赞同有 security 的，才可以去执行这样子啦。比如说超过58%以上的居民不同意的话，那也是没有办法可以有这一个 Guarded 的 concept。因为我们家其实也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 concept 的，所以我们有蛮多心得，在以后呢可能就跟你们分享。那马星呢，它在其他的地方，比如说 KL 那一边最 famous 目前呢就是他们所说的香港楼哦 M Merdeka， 然后仙都的 M Centura， 还有就是 Rawang 的 M Aruna。而且呢，马星呢他们的这个 project 通常都是比较主打亲民的价格，会朝向比较可负担的价位出发，比较适合于首购族啊，或者是年轻的夫妇。再来就是他们的 after sale service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他们有自家的应用程序，就是你成交了过后啦，他们会叫你去download一个 apps， 所有的售后服务呢都可以通过那个应用程序去 process。这些呢就是大致上我对这个 developer 所了解到的一些基本的 information。对。那么现在我们就言归正传来讲一下这个 Meridian East 的特点。那 Meridian East 呢，它最主要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大型的综合发展项目，就是 Mixed Development Township。2016年开始的这个 project， 覆盖的范围总共是有1313 acre， 就相等于是1000个举办那种国际赛事的足球场那么大。所以它这整个1003个 acre 里面呢，它都会有差不多是一个15,000的房子，涵盖在这一边1300多个 acres 里面。然后 Meridian East 的主题呢，是以一个绿色的生活环境为主。整个 Township 的 project 里面有38%是涵盖这个绿色的发展的，就是种树、种草、种花这些。那这边呢，它不就只是单单只有住宅区而已，它还有涵盖有工业区啊、商店啊、学校也是有在附近啦。刚才有讲了嘛，他们的主题就是绿色的生活环境为主，所以他们就有特地的建了一个16 km 的跑步道以及脚车道。就讲你从一个点去到另外一个点，跑步或者是骑脚车都是连贯性的一个16 km。大致上呢，这些就是一些比较基本的资料。如果你们还需要更多一点或者是更仔细的话，可以去到他们的官方网站那边查询更多。现在呢，我们就带你们去看示范屋，这里呢就是它的示范屋的地点。那么我们带你来看的这个示范单位呢，它就只是纯属于示范屋 ，OK？ 因为其实它有很多个不一样的房型，因为它有分很多个阶段嘛，它还有不一样的 project， 所以它的外形那一边都会不一样。不过它里面的大小跟 layout 其实都差不多一样的，只是可能它的门的方向有点不一样而已，在里面的那一些房间的门啊跟厕所。它的大小跟格局都是差不多一样，4房3侧这样子，然后都是 fully extended 的。所以呢，如果你们真的是对这整个 Township 的 development 是有兴趣的话啦，到时候你们再联系我们，如果它有 actual unit 的话，就带你们来看一下。现在是大概给你们看一下单位长得是怎么样。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一边是18乘65的占地面积，那其实你一进来的感觉其实还蛮阔的。这一边的话就是一个玄关啊 foyer， 可以给你放你的神台。如果你是华人有拜神的话，没有的话，这样子的一个设计也是蛮不错的。然后再来的话，这边就是客厅哦。这样子看上去是很漂亮啊，因为这个是已经装修过了的。对，咱们装修大概是用了100多200千来装修这个 ID 的。然后这一边就是它的饭厅啦，就是开放式的一个 concept。这边的那个 actual 你交房标准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小空间啊，没有东西的。然后你可以像他们这样子做成一个 study area 也是 OK。再来就是它的厨房的部分，它厨房的部分来讲的话呢，通常在 Meridian East 这一
边，它全部都是已经做了 fully extended 了的，所以你不用再花多一笔钱扩建那个厨房这样子。这个是属于角头间的单位是吗？ corner 或者是 end lot， 它旁边会有一个窗口的。那如果不是角头间的单位的话，如果是中间单位，这边就是一面墙哦。如果是 corner 或者是 end lot， 就会有一个门这样子啦。可是它的宽度就跟这个是一模一样啦。一模一样哦，OK。这边楼下会有一个长辈房啦，很普通的一个房间在楼下，就这样的一个感觉咯。所以这里就是它下面的厕所。现在就上楼。我觉得它的这个底材是做到很 attractive 啊。这些都是装修过了的哈，所以你们不可以以这个做标准的。诶，为什么我拿首饰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样子？等一下可以去隔壁看那个没有装修的unit啊，可以啊，没有问题啊。所以一进到来的话，这边就是一个中庭哦，你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个这样子的感觉，有点梦幻的感觉。然后主人房就在这里，它的主人房其实还蛮 spacious 的啦，都会有主人房自己的厕所，这是衣帽间 walk-in wardrobe。这个是镜子啊 ，OK， 它不是一个空间啊，只是它有一个视觉效果。你有看到？哎哇，好大哦，这是镜子来的。它实际上这边是空的啦。啊 ，OK。主人房放一张 king size 不是一个问题。wardrobe。这 wardrobe 没有送啊，你要自己装啊。再来就是2间的房间哦，所以它2间的房间是有 share toilet 的。OK， 所以这个 toilet 是可以通过去另外一间房间的。但其实啊，我是觉得哦，如果放双人床的话，就会有一点点空间没有那么大。你们这样看上去，其实也是跟我们家的房间一样啊。单人床的话就比较理想。看你的家里的人数是有多少，不过 basic 的话来讲，一家大小住是没有问题啦。Super single 放下去的话就很 OK 了。大致上是这样子啦，就没有什么特别，很普通而已。好，所以呢，现在去看这个 actual unit。actual unit 的感觉就是这样空空的咯，什么都没有的。这个就是它的材质。所以到时候的 headover 标准就是这样子。刚刚那个已经是装修过了的，这个是还没有装修的，所以你们都还是要花一笔钱去装修哦。如果是讲你们想要像隔壁刚刚那一个装修过后的样子的话，然后厨房这边也是空空都没有的，所以刚刚那个 showroom 只是给你们一个概念哦，你们可以怎样去做你们的装修、你们的摆设这样子。所以这边已经 fully extended 了的啦，可是 do not open this door， 所以这边没有办法可以开。厕所的话来讲，它的那个砖是没有上到完的哈。房间就是这样子。该讲了下面的空间。地砖的材质，说它是 high ceiling 啊。刚刚那一个其实它已经是盖起来了的，在那个 showroom 的时候。所以它是 high ceiling 的，刚才那个是一个左一个右嘛，就是不一样的方向哦。厕所。通去另外一间房间，这些全部都是 original 的。OK。好，那么现在呢，就带你们去看一下它周边的环境，然后再跟你们 share 一下我们的想法，这样子啦。
So 这一边大门口一出来呢，前面就是有这些商店哦，然后再转左边去的话呢，就是有马星自己的 Isora City。基本上这样子看上去哦，华人的店啦会比较少一点点。Laundry 99，还有妈妈那一些，还有很多都在招租着，需要一点点时间。现在呢，我们就去逛一逛它附近有的一些 amenities 啦，就是比较成熟的商圈啊，因为马星自己发展的哦是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刚才没有提到的就是它的确切的地点是在哪里？你说这一边呢，确切的地点是在新山的东部巴塞古当里面的Kota Masai，就是很多人嫌弃远跟马来区还有工业区的一个地方。真的是需要一段时间啊，因为马星本身哦也是有自己出钱去建一条道路哦，是可以直接通到去新山地区的，所以那个也是要一段时间。还有刚才没有跟人分享到的就是哦，在这整个 Township Project 里面啦，买家的种族分比哦，差不多有40多%是马来族，然后30多%是华族，10多%是印度族，就基本上跟马来西亚的那个巴星率其实都一样啊，在马来西亚马来人是比较多的嘛。对，感觉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community 啊。到了这边附近就有 Lotus 哦，这边是属于比较新的商圈。这边就是 Eco World 的咯。那其实该从马星的 Meridian East 那里走过来哦，是需要一个15分钟。然后间中啦也是有经过一些店面的，只是讲那里店面会比较老旧一点。如果是去一些 convenience shop 买一些东西的话，是足够的啦。但是如果你要来这种比较新的商圈啊，有比较多这种品牌的话，就要来到这边哦 ，coffee shop 啊、cafe 啊、restaurant 这些 subway。那么基本上呢，周边的环境啦，都是比较马来风多一点啦，因为这里哦其实是马来人居住比较多。然后现在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对这个 Meridian East 的一些看法，还有什么人适合买啦。所以我的看法呢，就是如果你是首购族的话，可是你又想买 land， 在新山买 land 的话来讲，已经是至少都要700-800千起跳了的。如果你要讲400-500千，你又要靠近 town area， 又要方便又要华人区 ，this is impossible。以目前这样子来看的话啦 ，Meridian East 巴塞古当的Kota Masai会是比较好的选择。而且它的价格哦，真的是蛮亲民的。现在哦，还可以用一个400多千、500千以下是吗？就看你是买哪一个 project 啦。因为现在目前 soft launching 的就是有2个 project， 一个是400多千，一个是500多千。500多千就比较大咯，400多千的话就是18×65，刚刚我们去拍的那个 showroom。然后比较大的呢，那个我们就没有拍到啦。如果有想知道的话，可以就是点击一下的链接来联系我们。重点是还是 freehold 所以如果你又要 landed， 然后又要价钱 OK， 不会讲太贵，然后又要 freehold， 一个 fee 啊 stamp duty 啊，全部行巴郎都不用给。你要买个房子的话，不可能会有180%的完美的，就是找到10全10美，完全是适合你的心意、你的 budget 的。一定要有一些 give and take 的，就是可能比如说那个价钱美，你要的户型，可是那个地点不是你要的，又或者是那个地点跟户型是你要，可是价钱又贵这样就没有办法咯。你需要在当中里面做一个取舍，这样子。这是我的个人看法。对于 Meridian East 啦，就是蛮适合那些头期没有那么多首购族，还有就是那些新婚夫妇想要组织家庭，可是要买 landed， 可是 budget 又不够的那一些人群啊。我的话哦，其实啊，我对这个 project 是 OK 的，因为我蛮 buy 它的 idea 啦，就是38%的覆盖范围哦，是给绿色环境。其实地点对我来讲真的是很 depend 的。如果你真的是讲哦，要它很快的可以去到 JB 之类的话，真的是要等，因为马星自己出钱做的那个道路啦，还没有正式 operate 的，程序上需要一些时间。所以刚才我们经过的，我这边我要给到你们的是一些比较 informed 的 information 啦，就是你会经过一些马来村啊，然后你会看到一些工业区啊，现阶段啊可以进到来的这些道路 ，OK 可以经过的地方。如果你要用那个底沙路 highway 的话，如果你不建议给那个拖钱的话是 OK 的，就是非常快速的一个方法。我觉得啦，为什么讲非常个人？就
for example， 我的 priority 哦，如果是我要买房子啊，我一定会买新的，然后 land 的。至于地点方面哦，我觉得还 OK。再加上刚刚我看到的整个套序的 development 哦，我觉得是 OK 的。for 我的话啦，它是需要时间的。就是如果现阶段啦，你的考量是在于哦，我是要找一个地方买一间家是来 for 未来10到20年里面，我要住在这里，我要退休，这里的话是蛮适合的。但是如果你眼前要马上有一个住的地方哦，是很方便，可以到 JB， 可以直接去新加坡工作啊，这样这里就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还有就是外国人的话，这边不能买啦，因为那个门槛是还没有超过100万的。大致上我们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啦，重点是那个物价也是还 OK， 比较亲民。你要便宜又要大间，只能往远一点去看哦。如果你要近要方便的话，是只有贵跟小间哦。这样子的屋子哦，如果你真是要在 JB area 啊，或者是像古来 area， 大概都要整500-600千啊，对不对？古来现在都跑到600千起跳了，如果是大一点点的话。So， 以上就是我们的一些个人看法啦，哦，不是代表任何的公司or any developer，OK， 只是我们的个人一些观点，比较 informed 的 information。就是我们自己经过然后自己看到的东西。如果你们是要再深入去了解多一点的话，就可以去到他们的官网，我们会把那个官网的链接放在下面。还有，如果你们是想要预约看房啊，都可以点击一下链接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安排那个时间给你。OK， 所以呢，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如果你们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到你们，有给到你们一些有用的资料或者是有用的信息，就给我们一个赞。那我们下一集影片见，拜拜。拜。